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最近我遇到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相亲案例，说出来简直让人唏嘘不已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芷瑜的姑娘，今年28岁，在大城市做模特好几年了。这姑娘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1.72米的个子，皮肤白的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，眼睛大大的，鼻子挺挺的，那气质走在街上回头率100%。不过呢，你们可能会很好奇，这么漂亮的大城市姑娘怎么会想到回农村老家相亲呢？这里头可是有故事的哦。原来芷瑜在大城市虽然过得光鲜亮丽，但是内心特别孤独。她跟我说，模特圈子太复杂了，认识的男生不是玩玩就算了，就是冲着她的外表来的，根本没人在意她的内心世界。丽姐，我真的好累啊！芷瑜坐在我办公室里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这些年在大城市交往过的男朋友，不是富二代就是老板，可是他们都把我当花瓶，没有一个真心对我的。我就想找个踏实靠谱的男人，能疼我懂我的那种。我听了之后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。这年头在大城市里找个真心人真不容易，虽说现在农村的条件也不差，但毕竟跟大城市的生活水平还是有差距的。不过芷瑜说她不在乎这些，她就想找个真心对她好的人。这不，她前几天刚到老家，我就给她介绍了一个本地的小伙子。这男孩叫哲宇，今年32岁，身高1.65米，在镇上开了个小五金店。说实话，从外表条件来看，确实跟芷瑜有点配不上，但是这孩子特别本分，为人老实，在当地口碑也不错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场面可有意思了。哲宇一看到芷瑜，眼睛都直了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你好，我叫哲宇。那结结巴巴的样子，看得我都想笑。而芷瑜倒是很大方，微笑着跟哲宇打招呼，气氛还挺融洽的。没想到这哲宇一见钟情了。见面结束后，他就给我打电话，丽姐，这个女孩我真的很喜欢，她不嫌弃我条件差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。我心想，这事儿可不好说，毕竟芷瑜在大城市生活多年，哲宇的条件确实差了点，但是没想到芷瑜对哲宇的印象还不错。他说，虽然哲宇个子不高，长相也普通，但是他说话很真诚，眼神也很纯净，不像城里那些男人总是油嘴滑舌的。我听了都觉得有戏，这不就是缘分吗？谁知道这时候芷瑜的亲弟弟突然来找我，说要告诉我一个重要的事情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，丽姐，我姐姐她在城里是按摩技师，不是模特。这个消息让我震惊不已，但是听弟弟继续说下去，我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芷瑜在城里确实是做模特出身，但是后来因为年龄大了，模特工作越来越少，就转行做了按摩技师。虽然是正规的按摩会所，但是他一直觉得这份工作不够体面，所以对外都说自己还是模特。听完芷瑜弟弟的话，我心里一下子五味杂陈。说实话，在我们这行干了这么多年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苦衷。我觉得芷瑜从模特转行做按摩技师并不丢人，但是他选择隐瞒这件事，恐怕是因为内心的自卑和无奈。这个事儿让我很为难。一方面，我觉得哲宇应该知道这个实情，另一方面，我又不想破坏芷瑜的自尊心。正当我纠结的时候，芷瑜弟弟又说，丽姐，我姐姐其实是个很要强的人，她不想让人看不起。这些年在外面，她吃了不少苦，现在就想找个真心对她好的人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我叹了口气，说，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要不要告诉哲宇？芷瑜弟弟想了想，说，丽姐，我觉得还是要告诉哲宇，如果他真的喜欢我姐姐，就会理解和接纳她的过去。如果他接受不了，现在退出也比以后闹得更难看要好。我觉得芷瑜弟弟说的有道理，于是我约了哲宇出来，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。说实话，我都做好哲宇会当场翻脸的准备了，毕竟在我们这种小地方，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。谁知道哲宇听完后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突然说了句让我特别意外的话，丽姐，我觉得按摩技师也是一份正当的职业啊，
芷瑜姐能从模特转行做按摩技师，说明她是个懂得适应环境的人，而且她现在想回老家找个踏实人过日子。我觉得这种想法很难得，我都惊呆了。没想到哲宇的思想这么开明。他接着说，其实我开5金店之前也在外面打过工，我知道在大城市生存有多不容易。芷瑜姐愿意放下城市里的繁华，回到农村来相亲，这说明她是真心想改变生活。只要她以后愿意跟我好好过日子，过去的事情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听到哲宇这番话，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。看来是我多虑了，哲宇确实是个明事理的好男人。不过事情到这里还没完，因为我们还得想办法告诉芷瑜，哲宇已经知道他的实情了。我琢磨了一下，决定直接找芷瑜谈。我跟他说，芷瑜啊，其实哲宇已经知道你在城里的工作是按摩技师了。芷瑜一听这话，脸一下子就白了，她颤抖着说，丽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隐瞒的，我就是怕人看不起我。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我赶紧安慰她，傻姑娘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哲宇不但不介意，反而很欣赏你能放下城市生活，想要回老家找个踏实人过日子。他觉得你是个懂得适应环境的人。而且我还没说完，芷瑜就抬起头，惊讶地问，真的吗？他真的这么说？当然是真的。我笑着说，哲宇说了，只要你愿意跟他好好过日子，过去的事情都不重要。你要相信，真心喜欢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职业而看轻你。听我这么说，芷瑜破涕为笑，没想到哲宇这么开明，这么为我着想。丽姐，我现在更喜欢他了。看到芷瑜脸上重新有了笑容，我心里也特别高兴。说实话，能遇到一个真正理解和包容你的人，在现在这个社会真的不容易。我觉得哲宇和芷瑜的缘分来之不易，值得好好珍惜。后来啊，我让哲宇和芷瑜又见了一面。这次见面的气氛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了。芷瑜不再像之前那样刻意保持距离，整个人都轻松自然了许多。哲宇也比上次自信了不少，虽然还是有点腼腆，但说话已经不结巴了。芷瑜姐，我知道我条件是比不上城里的那些有钱人，但是我保证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一定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哲宇认真地说。芷瑜听了这话，眼圈一下就红了。哲宇，其实在城里这些年，我真的很累，每天都要伪装自己，生怕别人看出我的身份。现在能遇到你这样一个真诚的人，我真的很感激。我在旁边看着他们，心里特别感动。这就是真情实感啊，比那些虚情假意的感情不知道强多少倍。芷瑜接着说，我现在才明白，过日子最重要的不是房子有多大，车子有多贵，而是两个人的心要贴得近。哲宇听了这话，眼睛都亮了。芷瑜姐，我们镇上虽然比不上大城市繁华，但是生活节奏慢，空气好，环境也安静。而且我那个5金店虽然不大，但是一个月也能赚个7、8千块钱，再加上我这些年的积蓄，应该够我们买套小房子了。哎呀，你别老叫我姐了，显得我好老似的。芷瑜假装生气地说，再说了，我也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这些年在外面我也存了一些钱，咱们一起努力，肯定能过上好日子的。我看他们聊得这么投机，心里也跟着美滋滋的。这时候哲宇突然说，对了，我听说你会按摩，那手法一定很专业吧？其实我们镇上现在就缺一家正规的按摩店，要不要考虑开一家？芷瑜愣了一下，随即开心地说，真的可以吗？我还真有这个想法。现在很多人都注重养生，按摩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行业，而且我在城里积累了不少经验和人脉，说不定还能把一些老顾客介绍过来呢。看着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的规划未来，我心里既高兴又有点酸酸的。高兴的是他们找到了真爱，酸的是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感情。哎，都说姻缘一线牵，这红线牵的好不好真的很重要啊。不过说到这儿，我得说说芷瑜为什么会选择回老家相亲的真正原因。其实除了他跟我说的那些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那天我们聊天的时候，他道出了自己的心声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些年在城里看尽了人情冷暖。芷瑜端着茶杯，眼神里透着沧桑。
刚开始做模特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前途无量，可是后来慢慢发现，这一行啊，年轻就是本钱。等我25岁的时候，工作机会就越来越少了。那时候我真的很绝望，房租要交，生活费要花，压力特别大。后来经朋友介绍，去了一家正规的按摩会所工作，虽然工资还不错，但是每次回家都觉得特别没面子。我妈问我在城里做什么工作，我都不敢说实话。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问了一句：那你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呢？芷瑜苦笑了一下，换工作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没有学历，也没有其他技能，而且在按摩会所工作久了，反而觉得这份工作也没什么不好，至少能养活自己，也不用看别人脸色。但是你也知道，在城里人们对这个职业的偏见有多深。我谈过的那些男朋友，一开始都说不在乎我的工作，可是相处久了就会变得疑神疑鬼的，有的甚至觉得我在会所里肯定会勾引客人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说到这里，芷瑜的眼泪又掉下来了。所以我就想，与其在城里这样煎熬，不如回老家找个真心人。在老家生活节奏慢，人也淳朴，虽然可能会辛苦一点，但至少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。我听了特别能理解他的感受，在大城市打拼的人，谁还没有点辛酸往事呢？芷瑜能放下城市里的繁华，选择回到农村，这份勇气和决心真的很让人敬佩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哲宇完全理解和支持芷瑜的想法。他说，其实我们镇上这几年发展的挺快的，周边几个村子都通了高速，要是芷瑜想开按摩店的话，我可以帮他找个好位置，离汽车站近一点，客源肯定不会差。而且啊，哲宇补充道，现在农村人也讲究养生，平时腰酸背痛的也不少，要是有个正规的按摩店，生意肯定不会差。再说了，芷瑜在城里积累的那些经验和技术，在我们这儿可是稀罕货。听到哲宇这么支持自己，芷瑜感动的不行。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支持我，以前那些男朋友都恨不得让我把这份工作忘得一干二净。哲宇听了连连摆手，这有什么啊？我觉得只要是正当职业都值得尊重。再说了，按摩这门手艺多好啊，能帮人解除病痛，造福大众。要是你开店的话，我肯定第一个来捧场。这话把芷瑜逗笑了，你呀就会说好听的。不过我真的很感谢你能这样理解我。说实话，我刚回来的时候特别忐忑，我怕人家知道我的工作后会对我指指点点的。傻丫头，我忍不住说道，你要相信，真心喜欢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职业而看轻你。哲宇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就这样，在我的牵线搭桥下，芷瑜和哲宇开始了正式交往。虽然他们在外人看来是个不般配的组合，城里来的大美女配上农村的矮个子小老板，但是谁说爱情一定要门当户对呢？现在啊，他们已经谈了3个月了。哲宇帮芷瑜在镇上最热闹的街道租了个店面，装修的可漂亮了。芷瑜把店名取得很有意思，叫城里来的手艺。开业第1天，我特意去捧场，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芷瑜高兴地跟我说，现在镇上的人都说我这按摩手法比城里的还专业呢，而且价格实惠，很多人都变成了回头客。哲宇在一旁笑得可开心了，就是嘛，我就说芷瑜的手艺一定会受欢迎的。对了，下个月我们就要去领证了，到时候一定要请丽姐来喝喜酒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特别替他们高兴，这不就是我们红娘最想看到的结果吗？2个有缘分的人互相理解，互相支持，最后修成正果。现在芷瑜的按摩店生意越来越好，哲宇的五金店也因为帮忙照看按摩店，认识了不少新客户，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。他们俩的故事在镇上传为佳话，不少人都说这是近年来最浪漫的一对呢。所以说啊，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。有时候你在大城市里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真爱，反而在乡下遇到了对的人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找对象不能只看外表条件，更重要的是要看一个人的品性和真心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觉得好听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下次我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相亲故事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见。